这里是 Stable Trader 的频道，让我们一起稳定盈利。Here is Stable Traders Channel. Let's make a stable profit together. 给初学者的忠告5 ：Stable Trader。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Stable Trader。这是我的第5个 YouTube 视频。本期视频主题：驱动价格变化的最直接因素以及背后的秘密。这部分内容绝对是让所有交易者最喜欢的，也是最头疼的部分。价格变化的最根本原理就是资金驱动，而资金的使用是背后人的行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人进入交易市场就是要赚钱的，但是每个人对于当前的价格，或者形成价格的因素，或者将来一段时间的价格反应，以及反应来临时他做出的判断又不一样，这才形成价格的变化。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请您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以便有了更新能够第一时间通知到你。如果希望和我交流互动的，可加下方粉丝群，有惊喜资料送给您。大家也可以在搜索栏中搜索 Stable Trader 来找到我。每个人携带的总资金量不同，每个人的看待价格的方式不同，预期不同，止盈止损不同，进场时机不同，进场目的不同，目的随时间和价格的变化而变化，而我们却要求这些不同的因素要构成一个确切性的结果，无论是超短线还是长线。无论是技术分析，还是基本面分析、政策面分析、消息面分析，这种想法是极其幼稚的、可笑的。大师的结局，最牛最有意思的是科学家了。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在股票投资中亏掉了2万英镑，如果是现在，那么他就是最大的网红了。牛顿炒股的故事是这样的：牛顿曾经也是一个股民。他经过精确研究和计算后，投入全部资金买了当时一家热门的股票。没过多久，股价飞涨，最高曾涨到8倍。然而，一夜之间，股市泡沫突然引爆，股市给贪心的牛顿开了个大玩笑。其实，他会计算天体运行轨迹的定律，但是不会计算人性的疯狂，而他是在运用计算天体运行的定律来计算股市轨迹。和牛顿的认识恰恰相反，股市的运行规律到底并不是牛顿的几个定律所决定的。更何况，在股市里，股票的技术性走势和天体的运行轨迹可是大相径庭的。牛顿一直没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此一时不等于彼一时。1720年4月，牛顿投入大约7000英镑买了英国南海公司的股票，仅仅2个月股价就翻了1倍，然后他就卖了。没想到他卖了之后，股价涨得更快了，又过了1个月，股价翻了8倍。牛顿悔得肠子都青了，然后这个著名的科学家开始冲动了，他加大了投入，又杀了进去。炒股的朋友都能猜到，之后南海公司的股价开始暴跌，很多人血本无归，牛顿也亏了2万英镑。大家不要觉得2万英镑不算什么，这可是相当于牛顿这个造币厂厂长10年的工资。也就因为这个事，才有了牛顿那句名言：我能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的疯狂。从智慧生物的角度讲，我们比牛顿更聪明吗？科学家都不行，我们与牛顿相比优势在哪里？相信所有人都沉默了。并不是牛顿不够聪明，而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试验方法。交易市场之所以兴盛不衰，其根本还是人性的驱使。有无数人来这里博弈，貌似在和其他人做预期之争，其实是和自己战斗。这部分内容我会在交易心理这部分重点给大家做介绍。格兰姆是美国华尔街的传奇人物，被称为现代证券之父。他的著作《证券分析》与《聪明的投资者》在西方享有极高的声誉，被称作投资者的圣经。格兰姆开创了价值投资的先河，其思想启发和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顶尖证券投资专家，
其中巴菲特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在我看来，格兰姆只不过是开创了价值投资的先河，而对于技术分析与交易策略等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贡献。所以将其称为现代证券之父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将其称为基本分析之父绝对一点也不过分。这位华尔街的教父于1976年去世前不久，在接受美国财务分析师杂志 Financial Analyst Journal 的访谈中，却宣布他不再信奉基本分析流派，而最终相信效率市场理论。维特 J.W. 维登，维特 J.W. 维登维特早期是技术分析指标的推崇者，著名的相对强弱指标 RSI 就是他发明的。他还发现一些其他技术指标或原理，如动力指标、MON、市价波幅和抛物线指标等，当时受到不少投资者欢迎。强弱指标 RSI 沿用至今，仍是被广大投资者重视的分析技术指标之一。奇怪的是，维特最后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推翻了这些技术分析工具的好处，提出了当时崭新的理论亚当理论来取代这些辅助技术分析指标。杰西·利伍莫，股票作手回忆录的主人公，他对市场本质认识的深刻程度让我感到惊讶。书中无数经典的语句，在近100年后的今天还在被后人反复的引用。杰西·利伍莫曾经用微薄的资金创造出天文数字的利润。他曾经破产过2次，但不久后他都能创造出更大的辉煌。当他第3次破产时，他选择了自杀。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只留下了$1000多的遗产。这就是杰西·利伍莫的结局。利伍莫曾经深刻地指出，期货交易的3大陷阱为逆势、重仓、短线。理论上讲，如果他没有违反其定下的3条戒律的话，他有可能失败，也有可能大幅亏损，但绝对不会走向灭亡。事实上，利伍莫曾经经历过3次破产，前2次破产后都能继续用微弱的资金东山再起，并且再创快速致富的神话。艾略特与查尔斯·亨利倒是同一类人，他们应该算得上市场研发部门之父。预测与交易也许本身就应该使用2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利伍莫是一个典型的交易者，而艾略特是一个典型的研发者。艾略特发明了著名的波浪理论，但我似乎没有看到任何关于艾略特本人利用波浪理论获利丰厚的报道。的确，艾略特绝对是一位应该令人尊敬的研究者。艾略特本人是一位专业会计师，他卧病在床后，致力于研究股市，研究反映市场运动的道琼斯指数。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股市也有相同的重复现象，并提出著名的波动原理。而查尔斯·亨利倒则是道琼斯公司的创始人，并且担任《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同样发表道氏理论的查尔斯·亨利道：“我也只是看到了他完美预测的报道，而同样没能找到其获利丰厚的记载。”江恩也许是最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在市场上找到了看穿未来的方法，从而赚到了天文数字的财富。同样也有人说江恩只不过是一个骗子，他靠包装自己来实现高额的培训费。据江恩的后代所说，江恩根本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的遗产。也许江恩注定永远是一个神秘的人物，毕竟关于他的历史记载充满矛盾。晚年的江恩已经穷困潦倒，他不得不出卖自己所有著作的版权。结论：我们可以从这些现象中发现什么问题呢？上面这些大师包含了基本分析、技术指标、神奇理论、交易理念的创始人，应该说他们都处在各自专业领域金字塔的顶峰，甚至有的还是开山祖师。而他们的结局又怎么样呢？有的在晚年推翻了自己前半生的努力和信仰，有的最终被市场彻底的打败，有的只能做理论研究而无法进行实战。
大师就是大师，他们是值得敬佩的。要知道，否定自己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错误的起点，而不得不走向可怕的深渊。在科学界、哲学界，甚至是政治界，又能够有多少伟人最终做出自己否定自己的事情呢？也许交易之路就是一条否定之路，也许突然我们有一天会发现，之前我们的全部都是大错特错的。一个结果的出现，可能是无数原因共同构成的。视频分支有很多，选一个你需要了解的吧。虽然选项很多，但是大家尽量按顺序看完所有视频，循序渐进，效果更好。欢迎大家留下您宝贵的评论，我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评论。粉丝群会选出最优秀的几个评论，我将送您一份大礼作为馈赠。最后，愿好运与您同在，下次见。